纽马伦这种级别的超跑能不能有得看头胎，但小跑车的梦想并非遥不可及，努力还是能够到的。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国内相对容易能买到的7款性能小跑车，所有的价格均取自国内的厂家指导价或进口商报价，具体价格还请以各地的经销商为准。如果大家认为有更合适的，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补充。在视频的最后，为了庆祝我们3区5万粉，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超值大玩具抽奖，也会说一下为何明明中国是世界汽车的主力消费国，但国内车企却偏偏不造小跑车的原因。众所周知，国内的玩车成本极高，3万美元的小跑车在国内基本来到3到40万。进口商到底加价了多少？自己进口交税办手续是否会更加便宜？这些东西讲起来会有些复杂，我们后续单开一期视频好好讲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主题。第7名，奔驰 C 级酷配。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，奔驰基本都是实至名归。对于奔驰，我只能说，G 你太美。这两款车均搭载 W264 发动机，只不过 C260 多了个48伏的轻混系统 ，C200 1.5T 156马力，扭矩250牛米，极速223公里每小时，0-9.2秒。22款售价35.08万起 ，C260 1.5T 加48伏轻混，184马力，扭矩280牛米，极速236千米每小时，0-8.4秒。22款售价38.48万起。这款车基于奔驰4大平台之一的 MRA 打造，也就是后驱平台。该平台的第一辆车是2014年的奔驰 S 级，其余的3个分别是 MFA 前驱平台、MHA SUV 大型跨界车平台、MSA 运动跑车平台。需要注意的是 ，C250 是基于上一代 C 级打造 ，W 代表轿车 ，C 代表轿跑 ，S 代表旅行车 ，A 代表敞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奔驰怎么选才能获得最具性价比的性能？这里我就以 W206 举例。W206 的发动机分为2款 ，M254 和 M139。M139 是搭载在 AMG C43 上的发动机，可以爆发出402马力，而 M254 则可以分为115和120两种型号，15和20分别代表排量 1.5 升和 2.0 升，115可以产生2种马力，168和201马力，分别对应着 C180、C200L、C200、C260L、C200 Matic， 而120则是对应 C300 和 C300 Matic， 均为255马力。接下来怎么选就看大家自己了。第6名，宝马4系 425i，2022 款搭载 B48 发动机 2.0T 184马力，扭矩300牛米，极速235公里每小时，0-7.5秒，售价37.39万起。虽然4系和3系一起生产，但是4系在宝马眼里确实是3系的高级版，这一点我们从前脸就能非常显著的看出。G22 有着这对 M 系才有的大腰子，据说这对腰子的灵感来自于1930年的 BMW 328。目前宝马在用的平台分为2个，前驱 UKL 平台和后驱 CLAR 平台。UKL 首次亮相于2014年的 Mini One， 是给宝马旗下长度低于 4.5 米且3系以下的车型使用，基本就是1系、2系还有 Mini 了，并且其又分为 UKL1 和 UKL2。UKL1 都是 Mini 在用，UKL2 呢则是 Mini和1、2系混用。CLAR 首次亮相于2015年的7系，是目前基本3系以上车型都在用的一个平台，也包括这台 G22。最后再说一个知识点，4系中的 G22 是双门轿跑的代号， G23 是敞篷， G26 是轿车。第5名，马自达 MX-5。无论何时，只要人们谈论小跑车，第一反应绝对都是 MX-5。21款 MX-5 搭载一台 Skyactiv G 2.0 升发动机，这款发动机是该系列中首个生产的发动机，184马力，扭矩205牛米，极速219公里每小时，0-6.5秒，售价35万。MX-5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小跑车，销量早就突破了100万台，说不定塞车还真的和马自达有关系。上世纪90年代就力压群雄，在美国93年1年就卖了2.1万辆，是保时捷的7倍，这让保时捷受了不小刺激，同时也看到了小跑车的市场，这才推出了 Boxster。我们都知道日系车的代号那叫一个乱，这一代 MX-5 为啥代号叫 ND 呢？ N 代表的是前中置布局的后驱跑车， D 代表代数。马自达的其他代号我也整理了出来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暂停观看，有想了解更多 MX-5 的观众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这期视频。第4名，奥迪 A5 酷配，2221款均搭载 EA888 发动机， 2.0T 204马力，扭矩320牛米，极速243公里每小时，0-7.7秒。21款售价35.33万起，22款37.98万起。这也是本视频中唯一一款前置前驱的车型。其实准确来说 ，A5 酷配应该是轿跑，再加上 A5 的定位本身也是 A4 的运动版。这款车也是基于 MLB Evo 平台打造。其实准确来说，这个 MLB Evo 它并不算一个平台，更多的是一种概念，一种在不同平台之间共享引擎方向的概念。在 MLB Evo 下，大致可以分为轿车、SUV 车型，但不管是哪种车型，它们共享的部位只有踏板箱、防火墙、前轮位置、前挡风玻璃角度，这就有点类似早年保时捷的 Two Cars One Phase 计划。详情可以看我们这期视频。除了 MLB Evo， 还有一个 MLB， 基本可以认定为 MLB Evo 的前身。目前旗下只有 Macan 和辉昂在用。第3名，宝马2系。说实话，我都没有想到有一天 BBA 中的宝马居然有指导价中最便宜的小跑车。23款同样搭载一台 B4
148发动机，2.0T 184马力，扭矩300牛米，提速226公里每小时，0百7.5秒，售价29.98万。2系的诞生是为了将1系的双门车型拆出来所创立的，同样基于 C2AR 平台打造，加上50:50的配比，决定了这是一台操控性不会差的小跑车，并且这一代也是第一款由墨西哥宝马公司设计的车型。第二名 GR86 BRZ， 这俩车基本完全一致，我就当一款车说了。GR86 和 BRZ 均搭载 FA24D 发动机，2.4升234马力，扭矩250牛米，提速226公里每小时，0百6.5秒。22款 GR86 售价33.86万起，22款 BRZ 30.88万起。这俩车的区别在于 BRZ 稍稍更轻，过弯更稳，而 GR86 加速更快，运动感更强。如何选择就看大家了，并且这一代的86是可以跑赢叔叔的奔驰的。FA24D 是斯巴鲁第3代水平对置发动机，1代为 1A， 2代为 1J， 3代为 FB-FA， 第4代为 CB。虽然 FA 是 FB 的衍生款，但是它俩的核心零部件共享的其实并不多。BRZ 这款车是斯巴鲁唯一一台没有全轮驱动的车型，并且也是唯一一台不是基于斯巴鲁 SGP 平台打造的车型。但是第2代 BRZ 或 GR86 还是受到了 SGP 的影响，相比于上一代，其抗扭刚度还是要高出了50%。如果对斯巴鲁感兴趣的观众，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这期视频。第1名福特野马，这款车之所以能拿第1，还是得感谢美国奥义之力大专飞。222款均搭载2.3升 EcoBoost 发动机，2.3T 299马力，扭矩434牛米，极速234公里每小时。21款售价36.98万起，22款38.28万起。野马内部的风格有点类似于飞机驾驶舱，前窄后宽，这个设计为后排的乘客提供了更大的空间。这一代野马的后尾灯使用了著名的3杆式尾灯，打转向灯时会依次亮起。不过需要说一下的是，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支持，并且 S550也是第一款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的野马。这也是因为要全球销售才出现了排量2.3升的野马，也就是国内调侃说的野驴。不然在环保少女选择性痴迷，号称排量级阵营、马力级光明的 America 就显得不伦不类了。不过再怎么说，这个价位马力和扭矩都是算大的。2.3升这款采用的发动机名为 EcoBoost， 也是福特汽车中广泛使用的，旨在提供和大排量自吸发动机一致的功率和扭矩。3.7升名为 Cyclone， 也被叫做 Third Deck， 意在为重型或高档车提供动力。并且有意思的是，第一辆搭载 Cyclone 的车型是马自达 CX-9。5.0升的名为 Coyote， 是福特的 V8、V10 系列发动机。这个排名是我按照购买马力所需的钱进行排名，仅供参考，具体还是得看个人喜好。以上7款车型，你要问我推荐买哪款车，我还真回答不出来，因为每款车确实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和受众人群。但你要问我哪款车最不推荐，那必然是非战包家。如果看完这些，你还没有办法确定自己的第一辆小跑车，来参加我们3居兄弟的5万粉福利吧！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将送出一套价值2999元的魔爪 R5 赛车模拟器套装，年轻人的第一套入门直驱电竞车手同款，采用5.5牛米私服直驱，还可还原赛车驾驶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细节。模拟器在手，小跑车天天有。最后，为什么国内车企不造小跑车呢？或者说，为什么国内没有自己的汽车文化呢？提到欧系，我们会想到赛道运动；提到美系，则是肌肉车；提到日系，就是 JDM。提到国产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那些有着属于自己的汽车文化的地方，无一例外都是在经济最好的时期诞生的。而上述我们说的这些地区，都至少经历过一次工业革命。和我们在文化上十分相似的日本，之所以能在废墟上实现经济复苏，恰恰就是赶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开始。新产业的飞速发展，让大多数人的收入随之提高，让世界从乡村文化变成了城市文化。这也就催生了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，美国的美国梦，日本的1亿总中流。而这些才是诞生出汽车文化的主要原因。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国内的一辆车往往需要满足全家人的需求，很多现实因素制约了跑车这一品类的发展。但现在国内很多企业已经走在了新产业技术革命的前列，只需要等待在下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中弯道超车，实现经济的腾飞。等到那时，属于我们自己的汽车文化也就自然而然的诞生了。好，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期内容不见不散。